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社区团购。其实这个话题呢，我已经考虑了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但是说热点问题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你要说的早了，前脚说的头头是道，后来180度大反转，自己打自己脸。说的晚了吧，热点又过了，也就没有意义了。最近这几天呢，各方面的消息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啊，人民日报发了社论。网传几大巨头好像要退出，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实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比较合适啊，咱们说这个话题。毕竟说的有点晚，再加上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多说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另外分析一下，作为我们个人未来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面对与巨头的直面竞争，我们该怎么办？人民日报的社论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也是恨铁不成钢，说巨头们你们要把目光放在星辰大海那里才能激情澎湃。但是说实在话，早期的这些巨头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精神的啊，比如说马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支付宝给搞起来了，虽然也是借助了贝宝的启示，但是在咱们国内毕竟也算是一个创新吧。但是这些年呢，越来越有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感觉了。现在我们知道创新的环境大不如以前了，以前中国要啥啥没有啊，只要没有政策上的风险，基本上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现在呢，你就是投入个几亿几十亿，说不定就打了水漂了。社区团购这个事儿，以前为什么巨头没有深入其中呢？那是因为没见到兔子。其实社区团购不是今年才有的，前几年就已经死了好大一批了，眼瞅着这个行业不挣钱，巨头们也就没放在眼里。但是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情况发生了变化，兔子出来了。谁呢？就是兴盛优选，作为创业型的公司，今年上半年在大本营，湖南的长沙实现了盈利。巨头们一看，哎呦，这条路原来走得通啊，那怎么办呢？抢吧。小公司都能成功，我们拥有巨量的资本，拥有这么多资源，咱们怎么可能不成功呢？啊，依靠咱们强大的体量，直接抢就完了。于是巨头就入场了。刚开始进入市场的美团、滴滴，要说美团吧，进入社区团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美团就是靠团购起家的。另外呢，定位于本地生活，自己的地推能力非常强。滴滴进入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传统的盈利明显的到了天花板了，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不然自己的资本故事就讲不下去了。美团和滴滴进入社区团购，最先感觉到凉的是谁呢？拼多多。拼多多明显的看到自己本地生鲜的这个销量啊，刷刷的往下掉，再加上拼多多本来就是做农产品起家的，在供应链方面是有优势的。拼多多心想，你们这不明摆了，从我的碗里抢吃的吗？那不行，我也得上。拼多多一旦进入，社区团购的性质就变了。社区团购，朋友们不要以为它就是卖个菜啊，等这个网格搭建起来，等这个商业模式成熟了，是什么都能卖啊，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甚至以后卖房卖车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这个商业结构走通，网格搭建起来之后，阿里和京东它能不着急吗？所以呢，阿里和京东也要加入。后面加入的这几家巨头啊，心态都是复杂的。一方面自己也想抢一口肉吃啊，明显的看到社区团购这门生意能做。另外呢，也是被逼无奈，我如果不进去，早晚是等死。互联网行业对先入这个概念呢，太敏感了啊！前面血淋淋的例子数不胜数。咱们举一个例子啊，10年之前还没有微信呢。那个时候，中国移动开发了一款应用叫飞信。说实在话，飞信如果好好的去做的话，还真不一定有微信什么事儿了。但是中国移动呢，思维比较僵化，舍不得每年上百亿的短信费啊。飞信一推开，我们短信收不了钱了，这也是国企的通病吧。另外，中国移动也不缺钱啊，没有心劲儿对飞信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壮大。结果过几年，微信起来了。中国移动提起飞信呢，后悔的牙根咬得直响。微信占据了整个
社交领域之后，你看阿里那么强大的体量，连半杯羹都分不了。短视频领域，字节跳动领先，微信和阿里这么强大的力量，撼动它也很费劲啊！这就是前面血淋淋的例子。巨头们看着竞争对手一个一个的往坑里跳，自己如果不跳的话，很可能被淘汰。现在这种形势呢，不仅是巨头，以前那些初创的公司，比如说兴盛优选，人家本来就是干这个的。现在巨头们要把自己的饭碗抢走，要把桌子掀了，你说能不跟你拼命吗？现在这个架势，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是几个彪形大汉手里边都拿着枪，相互指着对方，谁也不敢把枪放下，谁放下谁死，拼一把有可能胜出啊！即使说失败了，大不了大家一块死。如果我退出，那我肯定是等死。现在的架势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大家都是骑虎难下。至于说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疫情重新把社区这个概念给催生起来，我认为都是一些外部的促进作用啊。即使说没有疫情，一旦某一种商业模式被证明行得通，巨头们肯定会蜂拥而上，这是资本的本质。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社区电商的危害吧。这一块很多媒体都说的太多了，我们基本上也都很清楚。另外呢，说到这一块我也不忍心说，因为我亲眼看到老婆婆在大街上摆摊卖菜，无非也就是想多挣几十块钱补贴家用，宁愿忍受一天的风吹日晒。但是现在巨头们入场，把老婆婆最后一点希望也给碾灭了。这种例子太多了，小便利店、小菜市场明显的受到了冲击，都是劳动人民最后的一个就业机会。包括人民日报也是看不下去，说不要只盯着那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更令人心潮澎湃。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说一说国家会不会出手管理这一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要说国家未来会不会出手干预，我认为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巨头们僵在这里，都被架得骑虎难下了。只有一个力量能够让大家同时放下枪，那就是政府的力量。但是政府需要怎么管，这里边很微妙。我们接下来要密切的关注舆论的发酵情况啊。现在政府是越来越精了，对一个事儿来说啊，不会随随便便就出手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咱们举臭名卓著的 P2P 来举例子。P2P 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当时是不违反法律的，国家也支持。后来 P2P 变质，如果说国家在15年、16年 P2P 刚刚变质的时候就及时出手制止，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把情感的因素全部放下，咱们冷静客观的去分析一下啊。P2P 在全国现在有上亿的受害者。如果说国家15年、16年及时制止的话，是现在的受害者当时就会群起反对政府的举措，反对国家封锁 P2P。为什么呢？股市跌得一塌糊涂，我把钱存到银行，每年也就挣2个点，挣3个点，好容易找到了一个10个点的收益，国家为什么要禁止呢？就看不惯我们小老百姓手里这几个钱吗？大家想一想，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定会。人呢，这是人的本性啊，都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如果说国家制止了，好了，上亿的受害者可以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但是落了一身埋怨，同时也会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全国的房价再涨50%没有问题，很多人的钱没地方去，都去买房了嘛。现在 P2P 搞得一地鸡毛，人人喊打，国家出手清理 P2P， 你见有一个人反对的吗？不仅没人反对，还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有早点出手。你看看，就是这么矛盾啊！人呢，就是这么奇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国家如果想规范社区团购，那么一定会让民意先行，把舆论工作充分的做足了，让大多数人都意识到社区团购这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什么创新，也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反而会损害一些基层老百姓的利益。形成共识之后，政府才会出手去管啊，这样不落埋怨嘛。
现在呢，人民日报已经发社论了，而且11月份出台了一个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征求意见稿，在昨天又指出了反垄断，这个舆论我认为发酵的已经有点意思了啊，但是呢，好像还差一把火。我们后期继续关注一下，如果舆论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那离国家出手就不远了。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凉了，没人提这个事儿了，那可能国家就不管了。不管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当初百团大战的时候，国家没有管；共享单车烧钱，国家没有管；滴滴、美团竞争，这也没有管。所以说，社区团购不管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啊。其实国家要是管的话，也很简单，因为现在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已经违法了。违哪个法呢？反不正当竞争法。你把东西卖到成本价以下，肯定是不正当竞争啊！不能因为披了一层互联网外衣你就合法了。所以国家出手呢是有理有法有据的。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说国家就是不出手，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即使说国家不管，社区团购这条路也走不长远，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像共享单车一地鸡毛，不了了之。怎样推出来这样一个判断啊？我们也不做什么鸿篇大论，咱们就举最极端的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朋友们应该就明白了。我来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1、2年之后，经过巨头们的混战，最后市场就剩1到2家巨头垄断了所有的社区团购，这巨头们应该满意了吧？我们现在买菜什么形式呢？菜农把菜种出来，然后蔬菜贩子去田间地头收菜，青菜1块钱1斤收上来，中间经过层层的批发分销，落到最终的老百姓手里3块钱1斤，2块钱的利润空间被中间的菜贩子给分了啊，这是我们当前的形势。如果说巨头垄断了社区团购，菜贩子全部消灭掉，蔬菜批发商也干掉，小菜店菜贩全部都失业了，巨头到田间地头收菜，1块2一斤，涨2毛，卖到最终的消费者手里2块5，降5毛，这一下好像是大家都得利。巨头首先垄断了，菜农呢收入也提高了，咱们老百姓买菜也便宜了。巨头中间2块5、1块2，中间有个1块3毛钱的利润，足够自己生活得很舒服了。这好像是一个都得利的事情，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了吧。同时呢，我们也不否认啊，有一大批小便利店、小菜店、菜贩他们会被淘汰。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结局的话，说句不好听话，一些底层的劳动者被淘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社会进步所必须要付出来的代价。因为这种形式呢，减少了中间的损耗，提高了效率，还能促使消费端倒逼生产端进行改进，这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啊，凡事都怕一个但是，但是这种理想的结局会出现吗？我们想一想，那是不可能的。听我给大家分析啊，为什么不可能？资本啊，它是允许亏损的，在你前期争夺市场烧钱的时候，你亏多少钱都无所谓。特斯拉亏了8年，京东也是亏了8年，这资本都能忍受。但是，一旦你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局面之后还亏钱，资本就不能容忍了。前1年、前2年你亏钱烧市场了，这个可以；第3年你形成垄断了，亏钱；第4年你还亏钱；第5年你还亏钱，你好意思吗？对吧？美团形成垄断之后，第2天就涨价，滴滴第2天都涨价，基本上就不过夜。这就是资本的本性，它不允许你形成垄断之后还会继续亏损。那怎么办呢？两头剥削。到菜农那儿收菜，8毛，你卖不卖？反正也没有人收你的菜，你不卖就在烂地里。然后到老百姓这儿，蔬菜涨价，4块钱1斤，你买不买？你要不买，你就跑到几公里之外的郊区去买，啊，资本中间可以吃到3块2的利润空间。为什么要这么狠？前期赔的太多啊，他必须后期加倍的挣回来，才能给资本以交代。
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个情况啊，别人我不敢说，就冲中间这3.2块的利润空间，我自己就会开辆车跑到田间地头找菜农，我1块钱收你的菜，1.2块也行，你把菜卖给我。然后呢，我跑到居民区3块钱一斤，不行的话2.5块，中间我挣1.3块就行，我一天能挣几百块钱，活得挺滋润。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换句话说，只要资本形成垄断，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立即就会有千军万马涌进来，包括以前被淘汰的蔬菜批发商和小菜贩就会原地复活。蔬菜批发商，他们手里有钱，撑几年没问题。小菜贩，包括路边摆摊卖菜的老婆婆，他们也死不了。你想啊，一天几十块钱为了补贴家用，即使说几十块钱挣不到，又能再差到哪儿去？已经到社会的最底层了。但是如果这几十块钱的获利空间一出来，他们立即就会回来。但是有些人呢，不会那么容易回来了。就像一些有店面的，投资了几万、几十万，结果呢干得血本无归，短时间内再想回来也不太现实。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像你这样搞，城管就不管吗？执法部门就会让你想在哪儿摆个摊儿就摆个摊儿，太天真了。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们，你们是太小看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能力了。像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那么大利润，这种事少了吗？无证经营的小贩多了去了。更何况当时以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人重操旧业回来买菜。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刚才你也说了，社区团购可不仅仅是卖菜啊，它还有别的经营品种啊，家用电器、生活用品，以后卖房卖车，这些也可以挣钱呢。但是这些领域是垄断不了的。首先，它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大型的超市，这个不容易倒。另外呢，还有电商平台，因为我们的生活用品没有太强的时效性，我完全可以多等1天2天到网上买。换句话说，如果说网上的电商平台也被垄断了，比如说阿里垄断了，社区团购也被阿里给垄断了，那怎么办呢？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阿里离死就不远了。国家的平台经济反垄断那个时候应该出来了就缺一个集齐的。所以说，社区团购这一块卖菜不可能做到永远低价。在卖别的商品方面又有竞争对手，注定走不远。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初选择社区团购的人，他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情怀吗？肯定不是，就为2个字：便宜。为了便宜，我可以放弃去菜市场挑挑拣拣的机会。咱们再说点闲话现在去菜市场买个菜挑一挑，感觉小贩们的态度好多了。以前你想去挑菜，你把菜都挑了，我卖给谁去？现在我们再去挑菜，感觉小贩们也不说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社区团购的压力在这儿呢。那么到未来，这些消费者也同样会为了便宜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社区团购，去选择街边的小贩。社区团购出于资本的本性，注定不可能永远去提供便宜的商品，这是一个矛盾的死结，是不可能被解开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社区团购从长远来看，这条路不容乐观。即使在某些领域能够成功比如说兴盛优选在长沙本地盈利了，但也只是个别的现象，放到全国它是行不通的。就好像有一些小区本来居住的很多都是一些年轻的小白领即使没有社区团购，这些人也不可能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是同样一个道理。但是毕竟现在这种巨头大战已经改变了咱们传统的观念，就是我们普通人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是和我们身边的人竞争，而是直接和巨头们相竞争。那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打得过他们？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现在已经受到影响的和未来即将受到影响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去做哪些方面的准备？说这个话题呢，我先举一个例子
我在河南的南阳有一些朋友啊，有一次去南阳玩，朋友就说咱们去吃羊肉。结果我们开车跑了40-50公里，跑到邓州市，就河南南阳下边的一个县，都快到湖北了。我说吃个羊肉跑这么远，犯得着吗？朋友就说：“哎，这家羊肉好吃，你尝尝。”我以前在西北，在兰州的时候，隔三差五的要去吃羊肉，但是回到中原之后呢，不怎么吃了。说实在话，中原的羊肉比起西北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家的羊肉呢，确实不错。朋友说，这家的羊肉啊，都是在西川老家山上自己养的，具体怎么养呢，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店里有一个电视机，翻来覆去的就是放养羊、放羊、杀羊、做羊的这些视频，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了。卖的也不便宜，但是人流量看着相当不错，也挺挣钱的。未来啊，就像这种生意，不管你是哪行哪业，一定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这是其中一个。另外呢，就是要去深攻细分市场。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家里边养宠物的很多，猫猫狗狗的，我去卖个猫粮狗粮，我也得卖出花样来。我这有份狗粮，怀孕的母狗专用啊，吃了之后，有什么功效？小狗专用的狗粮，吃了之后，小狗能够不生病，快速长。还有病狗，家里的狗狗病了，什么都不想吃，那怎么办？吃这种狗粮。做细分市场，把它做出花样来。第一，有自己的特色；第二，专攻细分市场。这2个领域，朋友们记住，任何巨头永远都无法涉足的领域。所以在未来啊，我们尽可能的避开与巨头们的正面交锋，去寻找一些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涉足的领域，这才是我们普通人未来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今天的话题呢，由于情绪所致啊，啰啰嗦嗦说的太碎，也非常感谢朋友们能够耐心听到现在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